7战斗机是俄罗斯首款具有隐形能力的多用途战机，属第5代战斗机。自亮相之初就引起巨大纷争，有人称其是拍扁的苏27，戏称苏菲超薄。也有人认为其并不具备隐身能力，除了在超音速巡航和超级机动方面勉强吻合外，与 F-22-20相比，隐身设计要逊色不少。裸露的发动机喷口、尾部隐身设计不足，不少传感器和开口外露、机身舱盖等处细节未进行处理，或处理较为粗糙等等。然而，在俄罗斯人看来，苏57具备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能力、低可探测性、传感器融合以及嵌入俄防御体系等特点，是一款标准的5代机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美国开始研发绰号“猛禽”的 F-22战斗机，率先开始进入隐身时代，再次拉开了航空技术的差距。F-22战斗机正式服役后，又开始研发 F-35战斗机。面对来自西方的沉重压力，俄罗斯空军计划并开始重新进行新型战斗机的研制。苏霍伊设计局融合了苏47和米格 1.44 战斗机的技术，制造出了 T-50战斗机，这便是苏57战机的第1代原型机。2010年1月29日 ，T-50首架样机完成了历时47分钟的首次试飞任务，这比美军的 F-22晚了整整13年。2017年8月11日，俄罗斯空天军表示，正在测试的俄罗斯第5代战斗机 T-50正式命名为苏57。2020年12月26日，俄罗斯空天军接收了首架量产型苏57战斗机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性能数据有哪些：成员1人，长度19.8米，高度4.74米，翼展13.95米，机翼面积78.8平方米，空重18000公斤，正常起飞重量2500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35000公斤。2台 AL41F1-117S 加力发动机，单台最大推力107千牛，单台最大后燃推力176.6千牛，最大燃油量10300公斤，最大飞行速度大于2.0马赫，续航速度约1710公里每小时，海平面爬升率350米每秒，实用升限2万米，最大航程3500公里，翼载荷470公斤平方米，推重比0.97。苏57最大武器携载量为7500公斤，有一门 GSH-301 30毫米机炮，2个内置式弹舱，估计每个尺寸4.5至4.7米乘1至1.1米。预计能携带的武器为 KH-35U1 超音速反舰导弹、KH-38ME、KH-58USHKE 反辐射导弹、LVVMD 中程空对空导弹。每个弹舱可装2枚 Istili 810超长程空对空导弹，多枚 Istili 180超视距空对空导弹，又或多枚 K74 或 K30短程空对空导弹。对地方面，每个弹舱可装载2枚 KH-38M 或 KH-58USHK 空对地导弹，多枚250至500公斤精确导引炸弹，每个弹舱最多10枚，又或1枚1500公斤炸弹。外露式挂架可以装2枚射程400多公里的反预警机武器。其他的可能性甚至有 BrahMos 隐身超音速巡航导弹。除此以外，俄罗斯军方预定在2020年后搭载小型反导弹用支化学激光发射器，现今仍处于实验状态。苏57使用数字化座舱，有2部15寸的主多功能 LCD 显示器，围绕驾驶员的还有3部较小的控制台显示器。正前方有一广角抬头显示器，另有全新设计的 NST-SLV 头盔式瞄准及显示器，安装在 CSH-10头盔上。基本控制界面是操纵杆及一对节流法，座舱罩是2段式设计，打开时后段往后滑动，盖有涂层以增加隐形性能。弹射座椅是几何可变，适应弹射，以 MPP Cvesta 的 K36D5 以60度角的倾斜。维生系统使用 SOCHE50，具有抗过G及氧气产生功能，可无限量供应氧气给飞行员。整个系统使飞行员可以做30秒的9G 机动。另有新的压力衣 VKK17，使飞行员需要时可在23千米高空弹射逃生。苏57机体为一身融合设计，水平及垂直尾翼皆为全动式。该机设有翼前缘涡流控制器，用作控制前缘根延伸面所产生的涡流，以调整及改善于高攻角状态下的性能，包括在需要时于失速状态下快速改出。当中垂直安定面能大幅度内转成为空气制动器。整机大量采用复合材料，占机身总重 25%， 覆盖 70% 表面面积，钛合金占 75% 机体重量。
机比雷达罩在前部稍微变平，底边为水平，为的是将它的反尾旋性能最优化。苏57的引擎分别置于与机身相连的引擎室，与苏277战机类似。作为降低机身雷达反射截面积及气动阻力，苏57的2个内置武器舱以前后配置，置于机身中轴，位于2个引擎室之间，估计每个武器舱有 4.9 至 5.1 米长。苏57战斗机的隐身性能不比 F-22逊色，机头、机舱、进气道等都采用了独特的形状设计，保证了对雷达波的低可探测性。为增强隐身效果，武器舱采取内置方式。从苏57的仰俯视图来看，其布局与 F-22相似，放弃了歼2时采取的压翼布局，而改为常规边条翼布局。二者都采取了保守但实用性较强的菱形翼传统布局。菱形翼是平衡隐身、机动、航程等方面要求的较好方案，这也表明菱形翼在隐身和机动方面的优势得到了东西方的认可。然而，同样是因为隐身及超音速巡航需要，苏57的水平和垂直控制面更小，这表明其希望使用矢量推力技术进行俯仰、偏航和滚转控制。但从机头和机尾来看，还可以隐约看到苏27的影子，因此似乎可以把该机视为创新与继承并存的一种战斗机，这也符合俄罗斯经济技术实力。苏57的机尾仍旧保留了大尾锥，主要是为了减阻。机翼和尾翼前后圆平行，使雷达反射信号指向几乎垂直与侧面的方向反射，避开了正前方和正后方。2个垂直尾翼向外倾斜，避免侧向发生镜面反射，这些都降低了整机的雷达反射面积。苏57战斗机航电设备有了质的改善，不再是俄制战斗机的软肋。苏57装备了 N036 雷达，该雷达有5套有源电子扫描阵列天线，系统与2台机载电脑相结合，能发现400千米以外的目标，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，并向其中8个发起攻击。此外，苏57上集成了主动和被动雷达和光学定位系统，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。苏57还使用了 SH-121 雷达系统，当中包括了3部 X 波段雷达，分别置于正前方及左右2则。机翼另有 L 波段雷达，以应付对 X 波段有低 RCS 的低可侦测目标，如隐形战斗机。除先进的雷达系统外，苏57还装备了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，可以在不打开雷达、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，发现敌人并实施干扰。苏57的电子战系统和对红外制导弹头的抑制系统，能更好地保护其不被防空系统发现，尤其是美军的雷达系统。苏57整合了 IRST 光学红外线搜索与追踪系统，飞行员对飞机的指挥控制也完全实现了数字化，所有信息都显示在座舱内彩色液晶大屏幕上。总体来说，苏57相比上一代战机具备一定优势，与其他战机相比，也可以算得上各有千秋。它的最终服役对于俄空中力量的战力提升，显然是极具意义的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，感谢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